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们认识的？这世界真小。对啊，这世界真的很小。不要再跟那个人接触，他肯定别有企图。我碰过他，我可以感受到他内心很深的失落感，还有阴影。我真的不能接受，花了那么多时间跟精力去调查，最后被惩罚的却不是那些恶人。这段时间呢，辛苦你了，不只是工作上的事，还有正义。感情上的事啊，就当事人可以给你答案。他这次出现的更明目张胆，还把凯乐扯进来。他到底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？他是不是知道凯乐这个能力？Lisa，星期天还把你叫回来上班，真不好意思。没事，严家一直都是 CFI 的好客户，应该的。这次要调查哪一间公司？不是公司，我信得过 CFI 吧？当然，我们都合作那么久了，你应该对我们有信心。帮我调查这个人，我怀疑他跟我姑姑有不正常的关系。你帮我调查，看他是不是想骗姑姑的钱，或是有什么可疑的交易。我要证据。你的姑姑 Esther 方，好，可以了解一下她的身份吗？黄润泽，银行家，也是负责管理严家财富的人。喂，没事，我马上过来。要不要我带你去看一下医生？不用，老毛病。还是我让 Lisa 过来看看你？不要，她来的话我头更痛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你的侄女啊。她只是等我双脚一伸分财产罢了。别这么说啊。反正我对他们那边的人没有抱着任何希望。这惊恐症好像很久没有发作了，大概是昨晚睡得不好。我以为断货了。这是我托国外的朋友带回来的，那你现在也不用担心晚上睡不着。我好像没有跟你说我的喷雾用完喽。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Thanks。待会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留在家里好好休息吧，别出门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想起要你找一个可靠的律师，你找到了吗？ Cushly & Partners 不是一直为你们严家服务的吗？他们在为 Lisa 那群吸血鬼服务。如果 Lisa 知道我要改遗嘱，肯定天天来烦我，所以我真的需要一个很可靠的律师。了解，我待会回去公司以后，马上发一些资料给你看看。
我先走了，好好休息，拜拜。拜拜。这么早就出门了。你的沐浴露用完了。谢谢。我已婚，生过孩子，也读过人类生物学，我什么都见过的。所以呢？所以，你不用觉得尴尬。你看我，觉得我有没有尴尬？我未婚，没有生过孩子，也没有学过人类生物学。所以呢？欢迎你随便看，不用觉得尴尬。我先出去了。怎么？没有人教你要敲门吗？怎么？没人教你要锁门吗？我以为你出门了。我是去储藏室拿新的沐浴露。下次请记得锁门。下次请记得敲门。好。好。Come in。老板早。会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。 TBK Manufacturing 的福老板刚把第9区的排污卖了，手上有一笔现金，想赚取双倍利润。不难啊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这里有几样是我想介绍他的，有新的产品，也有一些是我们今年才推出的。Ben。Janice。你家多几个半年到1年之间的结构化产品？他不是偏向保守吗？能够说服他就没问题。他也是喜欢赚取短时间暴利的人。说的没错，把那些高风险的减少10%，其他的go ahead。好，那我先去修改。啊，他说8点半要过来。Annie，说服他 ，You can do it。啊，对了，讲座会的邀请函我已经发出去了，但是有个问题，我少了一个重量级的 speaker。Roger Wells 怎么样？请得到他吗？他欠我1个人情。那谢谢啦。新的 intern 来了。他几点到？8点。我们不是跟他说好这个时间吗？比我迟就是迟到了。老大，你可别骂他，他的来头不小，他是罗家的人。胶鞋大王的罗家？嗯哼，他是罗家第3代掌门人罗腾的侄女。他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有钱人的想法我怎么知道？哎，
罗家这个大户，不是你一直心心念念的吗？没事，说笑他吧。试用期过了，如果不行，就叫他走吧。喂，说要带我 orientation， 却让我坐在这里像个木头一样。开门啊！哎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！安哥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刚才从达纳梅拉搭 MRT 哦，一路上都没有位置坐嘞，渴都渴死我了。哎，有没有水啊？拿水来，我要那种半温半冷的，谢谢。你是不是走错地方？没有啊，是这里没错啊，我常来的。常来？是啊。你是来修理冷气的？不会。修理厕所？哎呀，也不会啊！你这个人哈、怎么那么多话啊？水呢？快点拿水来！你到底？欢迎光临。哎，你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我是来 top up 的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资料让你看看。啊？又看？你们说给我听就好啦。那些英文字，他们认得我，我又不认得他们的。我们已经为你准备了中文资料。哦，有中文的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啊，我们进去坐吧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喝龙井是吧？什么都好。龙井马上到。他是 TPK Manufacturing 福华饼，那个百万富翁，可是他的样子好像像茶果条安格斯吗？工作守则第1条，不可以以貌取人。还不跟我来？教你怎么泡茶。哦。今天天气真好，适合爬山。好像要下雨了。你要不要去看眼科医生啊？原来你喜欢爬山啊？喜欢去高高的地方看风景。是跟你妈妈一起去吗？都是他每次带我去的，是他影响我的。他每次都要拉着我走，我才肯回家。长大后有好几次，我还是会回去那些属于我们的秘密地方。我下次可以带你去，那边空气好，对你身体有帮助。好，我今天就搬回家了啊。你可以留下来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留下来休息，把你的身体养好。是时候回家啦，我也想回去工作。不用那么急啊，反正现在没有什么紧张的案子。我的身体已经比较好了，我真的很想回去帮忙，你就让我回去好不好？你说你身体比较好，那医生怎么说？肿瘤体积一样，也没有扩散的迹象，2个星期后再追踪一次。
放疗有效，脑瘤变小了。真的？脑瘤变小了。那就好。小姐，要吃炒粿条吗？算你便宜一点，1包100万。不要捉弄人，自己也不是半斤八两。第一次当卧底，肯定有很多学习的地方。你可能分不出谁是敌，谁是友，但是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。必要的时候，这个朋友还可能帮你一把。或者炒粿条给你吃。Boss， 早安。谢谢。欢迎回来。谢谢。Frank 呢？他去上课了。就是那种，biu 的课程。是 Tactical and Field Agent 的课，是我送他去的。幸好他不在，不然他知道我去做卧底，一定 no 个不完，烦死了。准备开会。开会。通常我们不接这类案子，但是 Lisa 是我们的老客户，就当帮老客户一个忙。Esther Fang 60岁，是我们的委托人严氏集团 Lisa 干的姑姑。老公去世18年，一直都没再嫁，是慈善界出了名的有气质、有修养的贵妇。Lisa 说 ，Esther 跟管理他们家族财富的银行家走得很近，尤其这名银行家年龄比 Esther 小很多，担心姑姑被骗。小多少？17岁。黄润泽，43岁 ，SNC Wealth Management 的 VP， 未婚，帮 Esther 管理家族财富已经有10多年了。差17岁，不是骗钱，我的头给你。Esther 多有钱？她没子女，名下有几套房地产，手握几十亿家族企业20%的股份。是富婆。我看这个 Lisa 不是担心她的姑姑，而是担心她的钱。委托人给的期限是1个月。这么短。Lisa 要我们找到证据，证明这个黄润泽在骗 Esther 的钱。但是由于黄润泽在管理家族的财富，所以身份特殊，要低调，不能让他知道 Lisa 在调查他。这一次我们派 Jasmine 去 SNC， 假装是大企业老板的亲戚来当 intern， 借机观察黄润泽。我进他们公司才3天，跟黄润泽还没有接触的机会。但据我观察，他工作很拼，总是第一个到公司，最后一个离开。工作时没什么可疑的地方，除了……哎，这笔资料上面贴了张纸，还写个 X， 是什么意思？不用输入。为什么？因为是 Esther 的 portfolio 啊。Esther 所有的交易都是老板亲自处理的。因为大客户，算是吧。自从 Esther 丈夫去世后，老板就负责她的财务。那时候，老板就像我跟 Annie 一样，只是个小R员。难怪他的交易资料都是老板亲手处理。他应该很信任老板。不是应该，是非常信任。他们的交情不比一般人。喂，外面传的还不够多，你还在这里加油添醋。外面传什么？传说老板和 Esther 表面上是客户关系，实际上是男女朋友。真的啊？我觉得不是传闻啊。正所谓空穴来风，未必如因。这位 Esther 算是 VIP 客户，我暂时没办法接近。你可以假借工作接近黄润泽，看看能不能从他那边套出一些话。我跟雷颖会进行跟踪，看他一天的动向。哦，我得回去了。都快下班了，你还要回去啊？那边没有下班2个字，每个人必须随传随到。客户电话一来就要马上进行处理。我今天骗说出来做身体检查，现在就要走了。记得提高警惕。王子、凯乐，你们负责挖黄润泽的财务背景，还有他的各种账户，看看有什么不寻常的交易记录。我可以出去调查的，只要我有机会接触他，我就会知道他是不是骗子。你刚病好，还是先留在公司啊？这个业务，我现在这是命令。姑姑，这些是送给你的。那这个呢是有人介绍的补品。
还有这个是巴黎买来的包包，你看，我觉得它很好看，所以也帮你带了一个回来。对了，姑姑，你生日要到了，三姑和二舅都说要帮你办一个盛大的 party， 都说很久没见到你。代我谢谢他们，不过我不打算庆祝。这怎么行？难得你生日，大家都很想你。如果想我的话，这几十年来就不会除了新年来拜年，其余时间都不见踪影。其实大家都很想来见你，只是因为就忙啊，忙工作，忙家里。姑姑你身体还好吗？我看你最近瘦了一点。我很好啊，托大家的福。那就好。你也知道，公司的20%股份在你那边，你太劳累，万一发生什么事，那就不好。你在诅咒我啊？姑姑，我是关心你的健康，你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家长，对我们、对公司都很重要的。这你放心，遗嘱我已经拟好了。哎呀，姑姑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什么遗嘱不遗嘱的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不过最近我打算修改遗嘱。老板，你要出去？是啊，不用等我回来了。老板，你忘了？他每年都跟 Esther 庆祝生日。对，我都忘了。阿班啊，你能代替我去那个会议吗？我？魏家说得很清楚，指明要你负责，而且他们马上就要到了。老板，我帮你。你？就让 Jasmine 帮你吧，她蛮机灵的。对啊，他工作进步好多了。我可以的。好吧，你先过去 Bugis 的瑞记买他们的传统面线，然后再过去牛车水买李记的点心，最后再过去 Maxwell 买花生糊，一定要加汤圆。地址全部写在上面了，用公司的车吧，比较快。我现在就去。啊，对了，你还没吃午餐是吧？一块买吧。Esther 不喜欢一个人吃饭的，所以做好心理准备，她可能会找你陪她一起吃。好，谢谢老板。我查到了，黄润泽一共有5个银行户口，这是他最常用的。这边是2018年到现在每个月的银行账单，这19，2020年他一年可以赚30-40万，这么多。厉害的银行家一年赚60万都不是问题。我想要你们看看这个，我觉得有点不寻常。他每隔2个月呢，就会有一大笔数额转账，每次都是转到私人账户，都不在他名下。什么时候的事？2018年11月。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很像上瘾赌徒的模式？Jasmine 说他一直在工作，他有时间赌吗？而且之前我们监视过他，他不是在公司住家，不然就是客户的家三边跑，也没有去喝酒或者是娱乐之类的。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方女士您好，我是黄副总。我知道，进来吧。方女士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食物你放在厨房里，花放在这就行了。方女士，我可以叫你 Esther 吗？可以呀。Esther，那我帮你准备午餐。不必，
你不是还要回公司吗？副总裁特别吩咐的，要确保你趁热吃才好吃，你不要让我为难了。好吧。哇，这么多食物，坐下来陪我一起吃吧。好吧，我也有点饿了。我爸很喜欢这家点心，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去吃一次，吃了还不够，还要打包回来。我也喜欢的，只是年纪大了不能多吃。对，副总裁也说不要让你吃太多。他这么说啊？他还说一定要加汤圆。这家卖花生汤的汤圆是我的最爱，他都记住了。润泽是负责带着你的上司吗？还有另外2位经理，他比较忙，第一个到公司，几乎每天最后一个离开。这么拼啊？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。工作虽然重要，但是也别累坏身子。我跟他说了很多次了，他就是这么固执。但是就因为他那么拼，也连带影响了我们，愿意跟他一起拼搏。我觉得这是他的个人魅力。你该不会喜欢上你的副总裁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是尊敬他工作那么专业，更何况他对我们公司里的女生总是保持适当的距离，是个君子。我只听过一个关于副总裁的八卦。什么八卦？不知道应不应该说。您是我们的客户，这样有点不专业。我是你们的客户，可是我也是你们副总裁的朋友。说吧。听说副总裁还是 RM 的时候，有位年轻漂亮的女经理喜欢他，追他追得很勤，还要接送他上下班呢。是啊，然后呢？副总裁礼貌地拒绝了，那位女经理觉得没面子，最后也离开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老板，你交代我的事已经，Esther 刚才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不要担。谢谢。你们开会怎样？顺利吗？当然顺利。副总裁出场从来没有失手的。刚才是谁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忘了数据 ？Sorry。我出去一下。王子，甲亢801 Jujet Park 是什么地方？ทุกคนน่ะ对呀，宝贝，在干嘛？我只听过一个关于副总裁的八卦。
听说副总裁还是 RM 的时候，有位年轻漂亮的女经理喜欢他，追他追得很勤，还要接送他上下班呢。你的脸，冰块，快点！没事，只是普通擦伤而已。又是那些人啊！你让我帮你吧。那些人这样子，还不是为了钱？给钱就解决啦。那些钱对我来说只是小数目，如果你在意的话，以后再还给我。你的钱我不能要。他们现在已经说得很难听了，如果你还这样的话，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眼光？我并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我只是不希望他们这样说你。那你心里怎么想呢？别人说你接近我是为了骗我的钱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你明知道不是。不是的话，我就不在乎，你也不要在乎人家怎么想。好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就别提这些了。生日快乐。Thanks。谢谢你来。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谢谢你，罗先生。叫我一点吧。虽然你帮过我2次，但是我跟你还不是很熟，叫你罗先生比较好。那天对不起啊，正义那天，他对你的反应有点偏激。赵先生那天可能心情不好，我不介意。其实我今天请你来，是想请你帮个忙。我想跟赵先生见个面，你能帮我安排吗？为什么？你也知道他对我有很深的成见，我直接去找他，他肯定理都不理我。我知道他是你老板，要你帮我会令你感到为难。只是除了你，没有其他人可以帮我了。为什么你想见他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爸被他的合伙人欺骗的事吗？记得。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状况，我的私人账户被黑客入侵，我怀疑和我之前合作过的人有关，但这件事不能公开，所以我希望赵先生和 CFI 能帮我。我跟我自己说过，绝不会像我爸一样，被自己身边信任的人欺骗。但没想到，就算已经处处提防，还是防不过人情。谢谢。其实我也试着去查过，但打听来的消息说，这人和很多国际黑帮合作，牵扯了很多犯罪事件，已经超出我能处理的范围。我真的希望你能帮我。
如果我们的孩子还在就好了，至少看到他，就等于看到你。知道为什么我那么讨厌丽莎他们吗？在她走了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怀孕，都40几岁的人了。但是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是她留给我的宝贝。是他们要我去检查身体，说我是高龄产妇，说如果孩子生出来有缺陷，会丢他们严家的脸。谁知道我检查之后就流产了，我很后悔听他们的，我甚至怀疑医生是他们收买，就是要弄到我流产。他们害了我的孩子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钱。当他要娶我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反对。他们说我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儿，是演戏的，只是个戏子，没有身份。没有背景，根本就是高攀。他们原本就看不起我。如果孩子生下来，他们还要分一份财产给他。我知道他们的居心，但是我没有办法阻止他们，因为我背后没有人。别太伤心了，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活下去。嚯！竟然在她老公的骨灰塔位前搂搂抱抱，你觉得他要骗 Esther 的钱？不然嘞？难道你要说他和 Esther 是真爱啊？为什么不可能？或许别人没有像你那么肤浅，只看表面、看年龄。王子，这样你查的地址呢？我查了，排屋是在一家名叫 Fantasy Night 的公司名下，博彩业生意做得很大，有说赌船。新加坡东南西北4个区域都是他们的人。凯勒查了他的账户，发现他的确是转账给 Fantasy Night。果然是赌徒。黄润泽，出身小康，家里3个兄弟姐妹，他是最小的，父母很早就去世了，他大哥一手带大他们。长大后，大姐嫁到马来西亚，只剩润泽和他大哥在新加坡。我们还需要更明确的证据，继续调查 Fantasy Night。好，我们会继续跟踪黄润泽。就先这样。哎，你记得你介绍我的那位何律师吗？他联络你了。他在帮我处理文件，等文件弄好之后，可以借我你的办公室吗？你是不想让丽莎他们看到？他们的眼线太多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怎么了？胸口很闷。我扶你回房休息吧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好。
我知道你会不高兴，可能还会丢手机。他想委托我们帮他查案，我已经确认他说的是实话了。你去见见他，如果不想接，那就不接。不过至少给他一个说明的机会，好吗？咖啡，有话直接说。凯雷跟你提了吧？我想请 CFI 帮我查案。CFI 是个专业的团队，违法案件我们不接。你们好像对我有很多的误会，就像是之前越南走私人口的案子。那不是你啊！不要这么叫我龙哥，能帮的我都帮。你后来来的那个人是谁？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我当事人不在新加坡啊。你真爱开玩笑啊！买假护照对你来说轻而易举，还有非法赌博抢地盘，我就不相信跟你无关。说完了吗？还有，不要再接近凯拉。如果你再利用他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可以不接近他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案子你一定会有兴趣，是专门勒索的黑客集团，他们手上有我的机密资料。那很好啊，我应该找他们来答谢。目前我只查出其中一名成员，女性，60多岁，在不同国家出现，似乎是专门为集团做账、洗钱。妈妈很快就回来了。这些都是之前拍的，他现在在哪里，就要靠你们帮我查出来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是丽莲吗？放心吧，帮你拿上车。我们的目标相同，帮我找出他们，你也可以找到你母亲。我也一直打给他，
但是他都没接，他这样真的很反常。跟喜欢的人一辈子不见面，太痛苦了。您现在是希望把延世集团20%的股份留给黄润泽先生？看清楚了吗？你口口声声说的人才，也只是一个会跟顾客乱搞的人。